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结束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访问西班牙、法国后，总结此行表示，他感到欧洲对华的理性认知在增多。接下来，全球关注焦点转向正在巴西召开的20国集团外长会，因王毅外长访欧日程安排，委派马朝旭副部长代表中方出席。自当地时间2月16号起，王毅在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访问欧洲的6天时间里，同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加拿大、阿根廷以及乌克兰等各方广泛接触，通过发表主题演讲、举行双边会晤、回答记者提问等方式阐述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21号，王毅在结束一系列行程后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对华的理性认知在增多，认为中国的发展符合历史的逻辑，欧洲对此不应惧怕，更不应拒绝。欧方对加强中欧各层级交往态度积极，对深化务实合作热情很高，希望经贸、能源、绿色、数字、教育、人文等领域合作取得更多具体成果。我们欢迎欧方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王毅指出，欧洲各界都明确反对脱钩，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去风险带来的风险。他向欧方强调，去风险不能去合作，降依赖不能降互信。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各方优势互补，有利于加快共同发展。我们要对世界经济碎片化、保护主义倾向保持警惕，继续奉行开放政策，坚持公平竞争，维护自由贸易，避免泛安全化，抵制逆全球化。此外，王毅还强调，中欧高度重视彼此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影响。欧洲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方向，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伙伴。王毅称，只要中欧加强合作，新冷战就打不起来，阵营对抗就搞不下去。其实呢，说到脱钩断链，此前欧方明确反对，进而呢提出了去风险。但是中国现在更多强调的是去风险，如果最终它的结果还是脱钩断链，对于很多的欧洲国家来说，仍然意味着与中国合作机会的丧失，意味着自身经济发展态势会受到影响。在慕安会期间举行的中美外长会晤，被多家媒体称为巩固中美关系的最新一步。中美双方都使用了坦诚、实质和建设性来形容这次会见的氛围。在本次受访时，王毅再次提到，双方同意保持各领域对话沟通，并就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看法。同时，他也强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奉行积极务实对华政策，将两国元首就经商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慕安会刚刚结束，全球的目光又转向正在巴西召开的20国集团外长会。此次 G20 外长会是自巴西担任 G20 轮值主席国以来的首场部长级会议，同时也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外长今年的首次会议。中国外交部21号介绍，王毅因日程安排难以出席此次会议，委派马朝旭副部长代表中方出席。当地时间20号，马朝旭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后，会见了巴西外长维埃拉。马朝旭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50周年，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巴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支持巴方作为20国集团主席国工作，共同推动今年20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维埃拉表示，卢拉总统去年访华十分成功，巴方愿与中方继续加强双边和多边各领域合作。作为20国集团主席国，巴方期待同中方在20国集团加强合作，为全球经济治理做出贡献。巴西外交部在海外社交平台官方账号上发布会面照片，并表示，两人还特别谈到将于今年6月举行的下一次巴中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会议。当地时间22号，为期2天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会议发表的公报显示，与会各方就支持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达成基本共识。
巴西外长维埃拉当天表示，20国集团成员国对包括巴以冲突在内的当前国际热点冲突高度关注，并对巴以冲突可能在地区产生外溢风险表示担忧。与会各方呼吁加沙地带立即实现停火，同时开放人道主义准入。各方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途径。Destacou-se ademais virtual unanimidade no apoio à solução de dois estados, como sendo a única solução possível para o conflito entre Israel e Palestina. 本次外长会议是去年12月巴西开始担任本届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后举行的首次高级别会议。会议为期2天。当前热点冲突引发的国际危机和全球治理改革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作为另一场高级别会议，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将于下周在巴西圣保罗举行。21号，维埃拉主持了 G20 外长会开幕式。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及其他20国集团成员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出席会议。根据会议议程，21号各国代表就当前国际热点冲突问题交换意见。22号，会议就巴西提出的以全球治理改革应对当前国际危机的议题进行讨论。此外，本次会议还就减贫和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等议题进行讨论。The G20 is traditionally a platform and an informal group for articulat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issues in general.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security agenda issues usually are left out of the G20, but we know that there is no way to separate these dimensions. 深圳卫视注意到，在 G20 外长会开幕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了巴西总统卢拉。此前，由于卢拉在埃塞俄比亚出席非洲联盟峰会时，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以色列宣布卢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巴西则急召驻以色列大使回国。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卢拉和布林肯就巴以冲突进行了坦率的交流。布林肯向卢拉介绍了美国为结束加沙冲突所做的努力，但也告诉他，美国不同意卢拉将以色列的战争努力比作2战中的纳粹种族灭绝的说法。来关注巴以局势。以色列议会21号表决通过反对与巴勒斯坦人达成永久解决方案的国际指令，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立场。巴外交部则称，以方的行为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此外，联合国国际法院于19号开始在荷兰海牙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多国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军事行动。2月21号，以色列议会以99票赞成、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表决通过，支持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的反对任何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提案。The people of Israel and thei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are united today as never before. The Knesset voted overwhelmingly to oppose any attempt to unilaterally impose a Palestinian state on Israel. Such an attempt will only endanger Israel and will prevent the genuine peace that we all seek. Peace can only be achieved after we achieve total victory over Hamas and through direc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direct negotiations without preconditions. 巴勒斯坦外交部的声明表示，支持以色列坚持挑战国际社会的行为。巴勒斯坦国在联合国获得正式会员国资格，并得到各国承认，不需要以色列政府批准。巴外交部要求以政府根据国际法承认巴勒斯坦国，落实2国方案，并确保未来谈判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于19号开始举行为期6天的听证会，讨论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问题带来的法律后果。在20号的听证会上，南非、智利、巴西等10个国家进行了发言。巴西代表表示，以色列必须结束对巴勒斯坦的占领。Israel must put an end to the occupation of Palestine. Its primary obligation is to cease and not repeat the acts and omissions by which it occupies and prolongs the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俄罗斯代表在21号的听证会上也表达了相同立场。俄罗斯驻荷兰大使塔拉布林在发言中表示，2国方案是巴以之间的最佳良方。Negotiated two-state solution with an independent, viable, and contiguous Palestinian state peacefully coexisting with Israel will be the best recipe for bringing an end to Israel's violations, creating guarantees of their non-repetition, and redressing the damage.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表示，巴勒斯坦人作为被占领的人民，有权抵抗。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stems from Israel's prolonged occupation of Palestinian territory and Israel's long-standing oppress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he Palestinian people fight against Israeli oppression and their struggle for completing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state on the occupied territory are essentially just actions for restoring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served as precise legal foundation for their struggle. 近日，俄罗斯报道称，中国的态度与美方表态形成对比。美国则坚称，两党将通过外交解决巴以问题，但美国斡旋的谈判一直偏向以色列。联合国安理会22号就巴以问题举行常规会议，中方代表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对拉法的军事进攻，确保人道援助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全力防止冲突外溢，重振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2天前，由于美国行使否决权，安理会再一次错失了推动在加沙停火的机会。需要指出的是，安理会行动的核心必须是立即实现停火，有关信号必须明确、清晰、无误，而不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安理会此时需要的是强大的决心，而不只是谈判技巧。张军重申，两国方案是国际正义的底线，是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侵蚀两国方案基础，停止针对巴勒斯坦民众的强制转移，停止在约旦河西岸的搜查、抓捕和袭击。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拜登用粗口攻击普京。对此，俄方回应称，拜登的做法不太可能冒犯到普京，只不过是羞辱了美国和拜登自己。另一方面，俄军夺取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后，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2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可能会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军队即使不是现在，也会在一段时间内抵达基辅，而莫斯科称为基辅政权的乌克兰县政府必须垮台。Не знаю. Я думаю, ч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о чем я сказал, нам еще придется много и серьезно работать. Будет ли это Киев? Да, наверное. Это должен быть и Киев. Если не сейчас, то через какое-то время. 梅德韦杰夫称，基辅由以美国为首的俄罗斯的敌人控制。他说，所有在那里官方机构履职的人都是傀儡，所有决定都由大洋彼岸和北约总部做出。俄乌冲突爆发初期，俄军曾一度兵临基辅城下，但后面不得不撤退。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阿夫杰耶夫卡等多个方向击退乌军攻势，在顿涅茨克方向控制了一个名叫波贝达的定居点，摧毁乌军坦克、装甲运兵车、火炮、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电子战基地等装备和设施。俄防空部队击落多枚导弹、火箭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81次战斗，乌军在6个方向击退俄军66次进攻。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防空系统和设施、后勤中心以及无人机地面控制平台实施了打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视频显示，俄军苏25攻击机机组人员持续打击红利曼方向的乌军阵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俄军卡52M 武装直升机机组人员对顿涅茨克方向的乌军据点实施了打击。据航空引导员的报告，目标被成功击中。顿巴斯重镇阿夫杰耶夫卡上周2落入俄罗斯控制之下，俄罗斯武装部队军人在此视察受损建筑。Они бежали за железную дорогу. Также наши соседи, наши товарищи вели штурм, получается, по правому флангу.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их прижимали, брали в круговое. 据该镇的一位居民说，俄罗斯部队的到来受到了居民的欢迎。Мы довольны, что вы пришли, но
盟从去年开始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不过，本月22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有关谈判已经暂停，并预计将推迟至夏天。冯德莱恩指出，在欧洲议会选举结束前，欧盟无法为讨论这一问题奠定必要基础。欧洲议会选举将于6月6日至9日举行，而乌克兰总统选举原定于今年3月31号举行，但据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达尼洛夫称，在当前冲突结束之前不会举行选举。周三，德国政府发言人黑贝施特赖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理解。Aufgrund der aktuellen Kriegssituation in der Ukraine ist die Durchführung landesweiter demokratischer Wahlen doch massiv eingeschränkt. wäre massiv eingeschränkt und dadurch gar nicht möglich. Und insofern haben wir Verständnis für die Verschiebung der Wahlen.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的一场筹款活动上，将气候变化议题与俄总统普京扯到了一起。拜登表示，我们有像普京这样的疯狂 SOB， 让世界总是不得不担心核冲突，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英文缩写 SOB 是一句常用的粗口，类似于中文的混蛋、王八蛋。对于拜登的粗口，普京22号微笑着讽刺说道，拜登的言论说明自己有关更希望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言论是绝对正确的。Послушайте, мы же с вами недав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вы меня спрашивали, кто для нас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ее в качестве будущ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Я с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Я сказал, что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с любы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для нас, для России, Байден боле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й президент. И судя по тому, что он сейчас сказал, я абсолютно прав.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адекватная реакция на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с моей стороны. 除了普京本人的回应，俄方也通过外交渠道密集做出反应。俄罗斯克里姆林宫22号回应说，美国总统对另一个国家的元首使用这样语言的做法，不太可能冒犯到普京，只不过是羞辱了美国和拜登自己。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出强烈抗议，认为拜登的言论令人发指和不可接受。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则表示，拜登应记住，美国人是把这个粗鲁词汇和他儿子亨特·拜登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回击称，拜登是个无用的老家伙，老糊涂。事实上，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侮辱普京总统，他经常将普京描述为杀手等，并表示他无法继续掌权。普京对此发表评论说，祝愿拜登身体健康。正午短评，热点直说。美国总统拜登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粗鲁言论备受瞩目。那一般来说，即使两国敌对，领导人之间也会尽量避免直接的人身攻击，因为一个是国家外交礼仪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也要为将来留下回旋的余地。而这不是拜登第一次对普京出言不逊了，可见他并不是一时兴起，其目的除了妖魔化普京，给自己的乌克兰政策拉票之外，也顺便打击了一下对手特朗普。相比拜登爆粗口，普京本人只是微笑着讽刺回应，其实更符合一般的外交礼仪，也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至于直接回骂之类的红脸角色，则是由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和梅德韦杰夫等人出来出演，分工非常的明确。美国国会的反华急先锋、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展开任内第二次窜台行程，与加拉格尔窜台几乎同一时间，美国批准对台出售7500万美元战术武器。中国外交部昨天对此进行了大篇幅回应，敦促美方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加拉格尔担任了去年1月创设的美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其任内主导了兵推台海冲突，并不断向美国会鼓噪所谓台海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此外，他还在国会提出对台政策所谓10项建议，包括快速交付军售项目、扩大美台联合训练、美军在印太区域建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等，并纳入下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以敦促拜登政府落实。值得注意的是，加拉格尔今年刚刚39岁，从政前他担任过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
在以鼓噪对华竞争为主基调的美国国会内，他被视为共和党的明日之星。不过，就在本月10号，加拉格尔却突然宣布，本届议员任期结束后，即2025年1月3号后，他将从国会退休，不再寻求连任。距离加拉格尔宣布退休时间不足1年，22号，他高调带团窜访台湾。据台媒报道，加拉格尔此行窜台行程3天，同行跨党派议员还包括民主党籍的克里希纳莫尔与莫尔顿，以及共和党籍的莫罗尔与约翰逊。这是美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度组团窜台。And this is my second trip to Taiwan, and I was eager to come back and look forward to many return journeys in the future. 窜台首日，加拉格尔就先后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后任领导人赖清德等人会面。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特别设宴款待美议员团，并广邀媒体报道。这一造势举事显然得到了加拉格尔的默许。面临两岸关系最敏感的一个时间，那他如果在这边来啊，那又演出一出闪中大戏啊，正好来这边为什么在他来之前，白宫特别苏立文说话？对，所以说话当然也可能也是跟他一定有耳提面命啦。对于美跨党派议员团窜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方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干涉台湾事务。我们敦促美方务必认清台湾问题的极度复杂性和敏感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实际上，正如加拉格尔在记者会上提及，这已是他任内第2次窜台。去年2月，他曾秘密窜台4天，与蔡英文、赖清德以及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等人会晤。深圳卫视注意到，与此次窜台提前通过媒体放风，并在行间高调接受采访相比，去年2月加拉格尔的窜台行程则十分保密，直到其返美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后才公开消息。比较特别的是，加拉格尔在启程以前就宣布了，您刚刚也提到了，他不再竞选连任了。但是我们不要 overplay 这个事情，特别是我们汲取过去的教训，很多次的访问，很明显的，我们主要在 serve， 事实上经常达成一个反效果。有长期观察台海局势的学者认为，加拉格尔窜台的意义不只是毕业旅行，更是借此来彰显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所谓政治能量，以及积累个人政治资本。加拉格尔虽然宣布不连任，但他此前就表示，未来的工作将与他的国家安全目标一致，并将重点放在国防政策上。而且他还十分年轻，加上在军队、智库和国会都工作过，未来不排除竞选州长，或在美共和党赢得总统大选后入阁的可能性。届时更要警惕美国的涉台政策。更值得警惕的是，在加拉格尔带团窜台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务院已批准对台出售价值约7500万美元的先进战术数据链系统升级计划。这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3度宣布对台军售，也是台湾地区2024选举后美国首次对台军售。据悉，美方将派200名政府人员和200名承包商代表前往台湾，提供工程和技术服务以及技术审查。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署炒作称，军售案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有助于强化台湾的所谓防卫能力。加拉格尔在窜台首日记者会上也特别谈及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所谓军事承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2号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再来关注金门渔船翻覆事件，在2船发生碰撞的事实被揭露后，台海巡部门在舆论压力下承认碰撞导致渔船翻覆，但仍然以各种理由推诿卸责，对事件真相遮遮掩掩，引发舆论强烈争议。
台湾有关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另2名生还渔民回到大陆后接受采访时还原事发经过，表示当时渔船是被对方海巡艇冲撞才发生翻覆。然而第一时间，台湾海巡部门发布的新闻稿只字未提，只声称是大陆渔船蛇形巨舰不慎翻覆，且迟迟不公布现场视频。说谎被抓现行后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的狡辩，更是进一步引爆两岸民众怒火。管碧玲声称，他在社交媒体提到过这起案件受到第三人责任险保障，那就代表有碰撞，大家可以去推理。他甚至将责任丢给媒体称，因为没有媒体询问，所以才产生了误解，引发舆论哗然。第三人责任险在大陆称作第三者责任险，简称三责险，是一种商业保险，主要赔偿被保险机动车在发生意外事故时对第三方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一般购买过机动车保险的民众才对此有一定了解。而在海上保险中，三责险是指由于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法律责任等造成第三者伤亡或财产损失的责任。很明显，第三人责任险和发生碰撞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那篇文章当中500多个字里面，只有15个字在描述这件事情，也没有提及有碰撞。写的脸书文章还要请别人去推理，你觉得全台湾的人民或者我们的媒体记者个个都是金田一吗？个个都是柯南吗？还要去猜你的心吗？更吊诡的是，管碧玲曾在事件发生不久后表示，有一个约5分钟的追击录像，决定先交检调部门调查，过后才公布。但随着公开录影的声浪越来越大，金门地检署主任检察官20号又说，经过询问，执勤人员称，当时双方超高速行驶，后来又发生了碰撞和落水事件，海巡人员因急着救人而忘了录影。此后2天，无论岛内媒体如何询问，台海巡部门都辩称海巡艇没配备全船监视系统，执法人员因专注维持平衡和准备强靠登检，无法拿摄影器材搜证。CP 幺洞51艇并没有配备密录器，所以同仁没有使用密录器，并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外界指引我们隐匿影片，也绝非事实。深圳卫视注意到，早在2019年，台立法机构已提案要求配发给基层人员密录器及大陆所说的执法记录仪，并获得通过。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捐赠了不少密录器给海巡部门。如今这些设备不知为何突然不翼而飞。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敦促海巡部门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为什么这一边没有录影嘛？那这个是本来就没有录影，还是只有那一段没有录影？这个要说明。那如果说平常有录影，只是那一段突然不录影，那这个反正是我们这边要解释嘛。有没有录影带？我判断是有，可是不晓得丢到哪里了，拿出来对自己不利嘛，就说没有录影。岛内舆论质疑，就连汽车、摩托车都配备了行车记录仪，船只太小无法安装监控设备的理由明显站不住脚。此外，台海巡部门曾多次刊发录影、录音，以显示执法公正，为何到了这起重大事件时，却一点影像资料都没有？我们过去在这个跑新闻、做新闻的时候，海巡人员最来做什么事情？就是搜查有没有走失物品嘛。是。那其实怎么样？你搜查走失物品都有画面。对。哦，旁边都有录影搜证。那海巡人员弟兄身上都有佩戴这个密录器，为什么这么大条的事情身上没有半个画面？台湾联合报对此表示，台海巡部门第一时间的不诚实，已让自己陷入百口莫辩窘境。就没有记录啊，就会有一种给人黑箱的感觉啊。觉得有点奇怪，感觉就是他们应该是想要隐瞒一些真相。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注意到，随着当局不断狡辩，涉嫌隐瞒真相，并且大放厥词声称过错在陆方，国台办的新闻稿措辞也愈发严厉。对于台海巡部门声称是大陆渔船蛇形巨舰才导致翻覆，外界也质疑不合逻辑。我如果要跑，一定是加速直线跑嘛，我们蛇形跑什么东西呢？它加速直线离开不是更快？为什么要蛇形呢？对。所以合理的推论是你威胁你要打他嘛。
民进党当局的另一则谎言是，台海巡部门在事发不久后声称，大陆渔船上生还的2人乡音过重，导致笔录制作存在一定的难度，时常陷入言不达意的状况。而2人受访画面一经公开，岛内舆论立刻质疑，这叫乡音太重吗？光是听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理解上面的问题。对啊，一个人听不懂，你再找第二个来听，也一定听得懂。台当局一系列诡辩狡辩，引发死者家属强烈不满。20号，相关家属在晋江市红十字会人员陪同下抵达金门，在前往事故船只参加完祭祀仪式后，原计划进行火化，但家属拒绝。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泉州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辉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发现场完整录像和我方船只。他强调，了解人是怎么死的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21号上午，台海巡部门及金门红十字会协助举办死者头七法会，家属则全数以缺席抗议。台海巡部门督察组长谢庆钦此后回应指，已将证物交由检方调查，海巡部门也会提供慰问金，但详细金额仍待真相调查出炉决定。据台媒报道，台湾海巡之友总会秘书长李佩林22号上午赴泉州慰问渔民家属。他表示，针对此案将全力支持生者及亡者慰问事宜，相关细节陆续安排中。不过，外界认为民进党当局在此事上谎言不断，导致推升两岸紧张局势。如果要使事态全面平息，民间机构的努力还远远不够。